嗨，大家好，我是 Tora。嗨，大家好，我是 Henry。欢迎来到品牌档案的第11集。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宝格丽这一些经典的系列了。上礼拜呢，我们去看了宝格丽在米兰的新店，然后就发现它有很多 archive 的款式在展出，再加上我们一直都有在关注宝格丽经典的中古款式嘛，所以今天呢就想按照时间线带大家全面深入的了解一下宝格丽的品牌历史以及它的风格演变。那我们就从宝格丽的创始人 Sottilio Bulgari 的故事开始说起吧。他其实是希腊人，然后 Sottilio Bulgari 是他意大利化后的名字。小时候其实过得非常的颠沛流离。他在1857年的时候，在希腊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出生。这个城市就是以做银器出名，从他爷爷那一代就开始在做银器，比如说做一些银的饰品啊，或者一些剑鞘，然后还有一些腰带那种银扣。为什么说他小时候过得非常颠沛流离呢？因为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他们的家还有他们家的店，当时就因为战争然后被摧毁了，所以他跟他的爸爸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就在希腊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各个小镇小城市去卖他们的银饰品。然后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过了4年之后，他爸就觉得是有点受够了，所以他们就决定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他们就选择了希腊的科孚岛，在一个小岛上过一些非常平静的那种退休生活的感觉。但是呢，Sottilio因为很年轻，所以他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他还是想出去闯一闯，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师傅来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结果他们一到那不里开店之后呢，马上就被抢了。大家知道意大利的治安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太好，所以去那不里一定要小心。被抢了之后呢，Sottilio就决定他们要离开那不里，他们就搬去了罗马。但因为他被抢嘛，所以他到罗马的时候身上其实只剩下80分钱。非常励志的一个创业故事。I arrived in Rome when I was 24. With only 80 cents in my pocket and a dream, it was enough for me to create prosperity. 因为没有钱，没有办法开自己的店，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在罗马的人民广场兜售他们自己做的银饰品，就类似摆摊呗。对，摆摊，然后就卖给游客。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执照，所以很快就被抓了。Sottilio呢，他的头脑动得很快，所以他马上就找到一个希腊的店主，他就说服了希腊的店主，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银饰品放在橱窗里面展示，就开始慢慢的卖出他们的饰品，就生意越做越好。之所以当时能卖得很好，是因为他本身是希腊人，他很了解希腊那边的风格，结合了意大利罗马的设计风格，就设计出了很有自己特色的银饰品。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个很特别，所以他们就会想要买这样的饰品回家。我觉得这跟他当时跟他爸在阿尔巴尼亚还有希腊游历的那4年有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到不同城市嘛，所以他就观察到很多不同地方的风格还有文化。这些希腊罗马元素对宝格丽后来的设计影响也是非常大，这个我们就后面会讲到。在1884年呢，他们终于存够了钱，开了第一家店。然后这家店的位置呢，其实就在著名的西班牙广场附近。一开始的策略就是锁定要卖给游客。几个月后呢，他就跟他的师傅闹翻了，他就分家了。Sottilio呢，他就在同一条街上又开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家店。所以他在 Via Sistina 85号那家店的生意越做越好之后，他就想说他要把店搬到更大的一条街 Via dei Condotti 28号，这个也是现在宝格丽总店所在的那条街。他想要扩张他的生意，所以他也开到了各个意大利的旅游胜地，比如说像 Sanremo、那不里、Bellagio、Sorrento 等等，都是一些旅游胜地，游客很多的地方。在1905年呢，Sottilio呢，他决定要 focus 在他罗马的那家店上面，他就把 Condotti 28号的那家店搬到了 Condotti 10号，也就是现在宝格丽的总店。它的位置就在西班牙广场的正前面，就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位置。这家店呢，除了更大间之外呢，它也把名字改成了 Old Curiosity Shop。这个店的店名呢，是根据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命名的。一个是他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英国还有美国的游客的注意，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想要展现他对这些古董啊还有饰品的热情。所以这家店除了卖宝格丽自己做的银饰品之外，他还有卖他们自己去淘的一些古董啊还有艺术品。在1906年的时候，他还搞了一个非常先锋的季节限定店铺，在瑞士的 St. Moritz。他开瑞士这家店的初衷呢，是因为觉得罗马夏季生意没有那么好，开到富豪会去的地方，也就是瑞士的 St. Moritz。但后来因为生意太好了，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全年的永久店铺。除了夏天要去瑞士山里度假，他们冬天还要去瑞士滑雪。在1910年呢，Sottilio就开始慢慢的交接给他的儿子 Giorgio 还有 Constantino。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宝格丽决定专注于珠宝，就不再做古董还有艺术品买卖的生意。也是这个时候，宝格丽的品牌名正式改成了 Bulgari。我记得小时候看到宝格丽的名字就不知道怎么发音嘛，后来学了意大利语之后，发现拉丁语里的 U 就是 V 的写法，这个写法也再次强调了宝格丽的罗马基因。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宝格丽珠宝的风格演变吧。就是他儿子接棒之后的1920和30年代，我觉得算是宝格丽的一个风格探索的阶段，没有他后面那么的鲜明跳脱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主要还是受到法国高级珠宝设
计的影响，使用了很多 Art Deco 的风格，就是用几何图形拼接来做珠宝设计。比如说非常著名的 Trombino 系列的戒指，这个呢就是1932年 Giorgio Bulgari 给他的未婚妻设计的订婚戒指。然后那个戒指呢，我在米兰和巴黎的中古店也都有试戴到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 timeless 的设计，就是到现在戴完全不会过时。而且我觉得巴黎那一颗真的超漂亮，它跟大部分的 Trombino 都不太一样，对，那一颗真的超美。所以呢，就是直到今天 Trombino 也是中古市场上很火爆的一个系列。对，在1934年，两兄弟就重新装潢了 Via dei Condotti 的店，这家店就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大家如果去罗马旅游的话，有去西班牙广场，建议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家店，里面就是保留了非常多宝格丽很原始的风格。包括它门框的大理石啊，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店也都是可以见到的。对，然后里面的雕塑还有穆拉诺玻璃，我觉得都非常漂亮。所以说那家店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对，一家店可以在一个黄金位置开超过100年，真的蛮厉害的。接下来呢，到40年代，如果说之前都是宝格丽风格的探索阶段的话，那我觉得40年代宝格丽算是找到自己的赛道了，因为大名鼎鼎的 Serpenti 腕表就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Serpenti 意大利语就是蛇的意思，就是它灵蛇系列。但是当时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腕表还没有蛇头的元素，它只是有那个缠绕的蛇形的表带。这个表带采用的技术呢，就是 Tubogas 技术。什么是 Tubogas 呢？ 就是 Tora 超级爱的一个系列。对，然后但是这个知识点就有点密集了。灵感来源是工业的那种波纹管道，然后它的技术实现呢，其实就是通过一根钢丝，然后把贵金属这样拼接起来，但是呢是无需焊接的，所以需要的工艺是非常高超，因为你不能露出里面的那根钢丝嘛。我们在宝格丽店里的时候，那个店员也有跟我们说 Tubogas 的手链呢，就你戴久了，它还可以适应你的手型，非常适合女性，不管是她社交或上班都可以佩戴。就是也蛮适合我现在上班佩戴。大家可能觉得说，为什么刚刚我们展示的这个 Serpenti 系列没有蛇头呢？在1950年开始 ，Serpenti 系列开始就慢慢有蛇头的造型出现了。50年代就是2战后欧洲经济复苏的一个时期，像时尚设计啊，跟社会环境肯定是分不开的嘛。当时的贵妇们因为就是比较有钱了，所以又开始喜欢这种高调的设计了。当时主流设计其实像铂金、镶满钻的设计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可以参考一下当时的卡地亚。但是宝格丽在50年代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别人还没有尝试的一个决定，就是去大量采用彩宝，组合出非常色彩斑斓的宝石。比如说像这一颗胸针，它就采用了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做出了一个花卉的造型。然后这个胸针我觉得非常有意大利的感觉，真的，就是你去意大利很多小城镇都可以看到很多色彩缤纷的那种设计。所以我觉得它当时用彩宝的组合也是很有意大利 DNA 的。除了颜色跟花卉这些设计呢，就也让宝格丽更加 stand out， 让它在高级珠宝领域更有自己的辨识度，然后也是收获了很多明星啊还有名流的青睐。他们当时使用的切割方式也是蛮离经叛道的，因为其实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普遍喜欢比较璀璨的切割方式，让宝石尽可能更闪。但是宝格丽大量运用蛋面或者糖塔型切割，其实一直到现在宝格丽高珠也都很喜欢使用这两种切割方式。我记得简德亚在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戴的那条93克拉的蛇形祖母绿项链超级惊艳，配合那条裸色的裙子，然后这条蛋面切割的祖母绿主石就显得很有存在感。到了60年代呢，就变成宝格丽的第3代家族成员执掌宝格丽。60年代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阶段，因为意大利历史上1958到1963是意大利的一个经济奇迹，叫 Boom Economica。所以60年代其实就大家常常提到的 Dolce Vita 时期，就是甜蜜生活时期。那时候大家非常有钱，非常快乐，整个就是环境是很积极的。然后当时呢，有很多美国电影就会来罗马取景，那这个宝格丽就有个天然的优势，因为它在 Via Condotti 10的店就会吸引很多明星来购物啊什么的。因为很多电影场景都会在西班牙广场取景，宝格丽呢也开始跟电影明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如说伊丽莎白泰勒，她就有很多宝格丽的收藏。之所以种草宝格丽呢，就是因为她在《埃及艳后》这部电影里面佩戴了大量的宝格丽珠宝。而且她当时因为埃及艳后有很多蛇的元素嘛，然后宝格丽在当时又把 Serpenti 的设计更加精进，就做得栩栩如生。然后当时他就说了，就是在罗马拍摄的好处就是离宝格丽店更近了，方便购物。伊丽莎白泰勒她收藏那种大串祖母绿项链、耳环都超级震撼，真的超级漂亮，而且他在店里面那个都是很夸张的那种，真的很漂亮。不知道他有没有偷剧组的道具？
60年代呢，还有一个品牌的标志性设计诞生，就是 Monet 的古币系列。当时呢，他们是把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硬币镶嵌在珠宝里面，做出大串的项链啊、手环。这个系列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是有的，然后它在二手市场上其实也是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其实是有很多希腊罗马的元素嘛，跟宝格丽的品牌历史是相连的，然后它又把它做出了很多现代的变形，比如说它跟 Tubogas 的那个链条结合，做成大串的 choker 项链。然后这个它其实真的很保值，因为我们在中古店看到这条项链现在还要卖8-9万欧 ，good investment。然后我感觉从40年代开始，宝格丽每个10年都会推出一个很经典的设计，都是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算是它创意大爆发的几个10年。所以到了70年代呢，宝格丽又推出了大家熟知的 Bulgari 手表系列。这个系列呢，就是上面一个圆盘，上面有2个 logo 的那个手表。我很喜欢这个手表跟 Tubogas 表链结合的那一款，新的那个，因为我觉得比起手表，它更像是一个非常有存在感的手镯。对，就是一个买手镯送手表的概念，很划算。新出的那一款 Tubogas 和 Bulgari 的手表，它就是80年代其实就有的设计，只是现在重新复出了。当时它是金和白金，现在变成了3个金，就玫瑰金、金和白金。70年代的高级珠宝还是延续了很多财宝的使用，只不过这个时期他们更大胆的去混搭珍贵宝石以及半宝石。那我快速解释一下什么是半宝石。其实半宝石就是除了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还有钻石以外的宝石，都统称叫做半宝石。比如说这一条长项链，它就是混搭了珍贵的这个祖母绿作为主石，但是它的链条上混搭了很多半宝石，像珊瑚啊或者其他颜色的珠宝。它的这个项链的吊坠部分是可以拆卸作为胸针的。像这样的设计，其实宝格丽也有一直延续。觉得70年代它的财宝拼接都拼接得非常好看，炉火纯青，而且它的用色都非常的大胆，感觉很有活力吧，很意大利。对，接下来80年代诞生了 Balendesi 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其实也是我在中国宝格丽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系列。它的灵感来源呢，就是罗马街道的石头路。不过这个系列呢，现在在店里应该是买不到的，它是停产了。但是它其实也是宝格丽非常标志性的设计之一。然后我很喜欢的博主，他有带他妈妈的那个 Balendesi 的项链 choker，跟他现在的衣服混搭起来，我觉得是超级时髦。所以我还是一直都很坚持那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好的设计它就是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不管是衣服还是珠宝什么的。所以我自己呢也是想要慢慢收集这些不会过时的好东西。而且我觉得 Balendesi 它是非常有分量感的一个项链，所以男生戴应该也是蛮好看的。对，然后其实总的来说，那个时期的宝格丽我都非常喜欢，因为它的设计更加现代日常了，然后它也推出了很多类似 Balendesi 系列的 collection， 比如说像是 Balls 珠子系列、Gancho 钩子系列，还有像 Alveari 蜂巢系列，还有 Doppio Cuore 也就是那个桃心的系列。大家可以发现呢，它们有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是同样的一个图案，然后无限重复、无限循环形成一个珠宝的设计，所以它们也被叫做是模块珠宝。这些设计也非常适应现代女性的一些商务工作和社交需求，而且价格呢也比之前更加平易近人了，因为少大量的那种珠宝，女生日常生活就可以佩戴。材质选择也是从贵金属到一些金刚啊，或者是半宝石都有，所以材质选择也很广。这也是宝格丽设计的初衷啦，因为它想 reach 到更广的受众群，入门的门槛稍微降低一点了。对，它的受众群更广了，也给品牌带来了更多的营收。所以在80年代，宝格丽其实已经把店铺扩张到像亚洲、美国，包括在欧洲的主要城市，像米兰、St. Moritz， 然后伦敦等等都有开店。所以在80年代呢，宝格丽已经是很顶流、很国际化的一个珠宝品牌了，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意大利珠宝之一。在90年代呢，宝格丽就诞生了著名的 B01 系列，就是这个。对，这一条其实就是 B01 系列现代的变形。之前 Tora 也有拍影片介绍过 B01 这个系列，它的灵感来源呢就是罗马的斗兽场，螺纹印花也是融入了 Tubogas 的造型。这个时期除了 B01，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很美的设计，比如说像 Spiga 系列，还有 Basso Doppio 系列，也都是有点继承80年代模块珠宝的概念，然后也有小小融入一些 Tubogas 的造型。Spiga 就是麦穗系列，比如说像 Spiga 系列的戒指啊、手环我都很喜欢，然后现在其实在中古店也是可以找得到的。如果说你很喜欢 Spiga 的造型，然后在现在 Serpenti 的腕表上也是可以看到像满钻的呀或者半钻的那种 Spiga 的表带，所以如果你很喜欢 Spiga 这个麦穗造型的话，现在店里也是可以买得到这个系列的设计。90年代还有一个高珠的设计，就是叫 Chandra， 然后那个系列就是这种用珠珠拼接成的一个
长的 choker， 不管是当年的高珠还是今天的高珠，其实都有这个商代元素，就是球拼接成的造型。然后它也是有使用 Tubogas 技术，一个圆环这样环绕，可以非常贴合你的脖子。所以说大家看，从2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真的是每10年宝格丽基本上都会推出一个很经典的设计，包括很多我们提到的到今天的宝格丽都是有延续这些设计元素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现代的宝格丽，就是你现在去店里可以买到的系列。比如说我可以从我身上戴的这一条开始说起，就是 B01 Rock 系列，我很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粗链条的设计，然后这条项链也是收到了非常多的询问。除了 B01 系列呢，我还有一条花朵造型 Field Ever 系列的项链，也是收到了很多人询问。那个系列呢，就是有很多花朵花卉的造型，也是非常有宝格丽品牌 DNA 的一个系列。对，就我们刚才提到花卉元素，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一条项链，花瓣是还可以动的，工非常的细。另外一个系列就是 Diva Stream 系列，这个系列的灵感来源呢，就是罗马浴场的地板就是一个扇形的那个样子，那个系列也非常漂亮。除了颜色上的选择我觉得很好看之外，上面一些细钻的搭配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3个系列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介绍宝格丽的那一期影片。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刚刚复出的 Tubogas 系列，我也是现在很种草的。还有像是 Serge Bandy 也是我们俩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个系列。之前有去试过它的那个满钻的戒指啊，还有它上面是珠珠的那个戒指，蛇的戒指。你可以说那个佩戴手感，那个佩戴手感非常有惊艳。本来想说它戒指是很硬的那种嘛，但是它戴上去之后，它感觉是真的是贴合我的手指，超级顺滑，对，就很顺，然后很舒服，所以让我就是觉得非常惊艳。还有刚才提到 Monede 系列，就是古币系列，以及 Allegra 系列。Allegra 在意大利文里是开心的意思，然后这个系列里呢就有很多彩色宝石的元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就是它的 jewelry 珠宝部分，然后当然它有高级珠宝，那就是会有更多的元素可以选择。宝格丽这周刚刚在西西里陶尔米纳发布了 Polychroma 高级珠宝系列，刘亦菲啊、Lisa 他们也都有去发布影片，一共发布了250个 piece。大家看过今天的视频，应该能更好的理解这个系列，像大量的彩宝运用啊，还有它色彩的拼接、Tubogas 的元素、罗马的元素，还有彩宝的切割方式等等。比如说这条蓝宝石项链，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这条就是安妮海瑟薇带去 Met Gala 现场的这一条，叫 Cosmic Vault。这一条蓝宝石主石采用了我们提到的唐塔型切割，从50年代到现在，其实宝格丽都非常常使用这种比较温润的切割方式来切割巨大的宝石。还有一条也是在 Met Gala 上提前出现的，就是 Priyanka Chopra 戴的这一条祖母绿项链，那个主石真的巨大，跟一个 AirPods 挂在胸前一样。你知道这个多少克拉吗？多少？241.06克拉的祖母绿，哥伦比亚祖母绿，跟它一身黑白的衣服搭配，它项链是非常 pop up。另一条让我印象很深的蓝宝石项链叫 Tanzanite Falls， 项链的部分呢就是宝格丽经典的 Tubogas 技术做的项圈，配合这几颗大的蓝宝石在胸前，我觉得有一点点埃及艳后的感觉。蓝金这个配色组合也是使用的很好，就有点像是落日阳光洒在大海上的那种感觉。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宝格丽现在是 LVMH 集团的一个品牌，它是什么时候被收购呢？就在2011年的时候 ，LVMH 他们想要在珠宝领域进行扩张，宝格丽刚好又是一个很有知名度、很有历史的一个品牌。当时宝格丽家族他们也想要把品牌转型，就是更年轻化，然后又想要在国际上更有稳固的地位。LVMH 就以52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了51%的宝格丽家族股份，变成宝格丽的最大股东。其实有一点悲伤，因为意大利品牌就都被法国人买了，但是法国人呢确实是很会营销，像 LVMH 收购宝格丽之后，有进行一系列年轻化策略吧，包括找了非常多 Z 世代的明星啊代言什么的，还有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宝格丽酒店，因为宝格丽除了珠宝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地产项目。宝格丽珠宝受到很多建筑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决定也来影响一下建筑，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意大利的奢华生活方式。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他们就跟万豪集团合作，开了第一家宝格丽酒店在米兰，就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他们之后呢，也陆续在巴厘岛、伦敦、北京、上海、杜拜、巴黎、罗马等地方开了宝格丽饭店。所有的项目呢，都是跟意大利建筑师 Antonio Cidelli 合作的。这个建筑师其实蛮有名的 ，B&B 的家具有好多都是他设计的。他设计的这些饭店里面呢，就有保留大量的宝格丽风格的元素，比如说像是雕塑、壁画，或是大理石、穆拉诺玻璃，其实就跟他店里面
蛮像的，让你沉浸式可以体验在宝格丽的世界里面。在饭店里面呢，他们也会展示很多他们的高级珠宝。宝格丽一直都是我们俩非常喜欢的珠宝品牌嘛，这一期视频呢也是想带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宝格丽的历史，还有它设计风格的演变。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推荐大家去店里看一下宝格丽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实际看到这些珠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惊艳。你还可以看到它展出很多高珠，对，我觉得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或弹幕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宝格丽系列是哪一个。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评判档案，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